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电焊机的功率输出部分，这是它的功率管，这边是它的驱动部分，这是推动变压器，这是电流取样变压器，这是推动变压器的4个功率管。现在呢，有一个功率管卸下来了。现在它的故障呢是插上电以后，这个功率管发烫。下面我就把这个管给它焊到这端，给大家测试一下。由于我把它的主负载给它卸掉了，所以呢它的功率应该是很小的。现在我把这个管焊上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插电瞬间它的功率呢就很大，我们看瞬间就变成好几十瓦，所以说呢这个管现在也是很烫的。下面我们再把这个管子卸下来，看一下它的功率。好，管子拆下来了，我们插电。正常工作的时候，这个电路的功耗是非常低的，只有3点几瓦。由于上下管同时导通，所以功耗达到了几十瓦，很显然是不正常的。我们看它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，上端供电24伏，给这个上管的原级供电，上边是 PMOS， 下边是 NMOS。这个是隔值电容，然后这儿有一个推动变压器，这端是推动变压器的输出绕组。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管子很烫。当我们把这个管子卸下来以后就正常了，这2个管子也有输出，但是它不烫。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我把这个电容给它卸下来了，卸下来以后呢，发现这个管还是很烫。因为这2个管也是上下的关系，它没有发烫，所以我怀疑它发烫的原因不是驱动信号的问题。下面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驱动信号。好，我们插电测量一下，看看它的驱动信号是否正常。我们看这个驱动信号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看它的下管同样是正常的，再看另一组同样是正常的。我们再看看这个驱动信号都没有问题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个板子呢是用户发现这个管坏了，把它换上以后呢就非常的烫，然后没有办法了就发来修。那么它说明是什么呢？它说明了这个下管的 NMOS 也存在损坏的现象。由于上下管同时导通，所以管子发烫。如果把下管 NMOS 和上管 PMOS 同时更换，应该就不会发烫了。下面我们把下管的 NMOS 和这个上管的 PMOS 同时给它更换，看看是否还发烫。要看哪一对是对管，就要看它的漏极接在一起的就是对管，下边这个是 NMOS， 上边这个是 PMOS， 这边同样的。那么这一对就是对管，我们把这个 NMOS 给它卸下来。这个 NMOS 卸下来了，现在测量呢，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没发现它损坏。我们看是正常的，我们给它充电，也能导通，放电也能接止。那么我们随便给它换一个其他的 NMOS， 看看是否还有过电流，功耗是否会增大。如果不增大，就证明是管子的问题；如果功耗还是很大，证明是前边驱动信号的问题。下面我们给它换上。好，现在我换了一个其他型号的 NMOS， 我们看一下它的功耗是否降下来了。我们插电，我们看它的功耗还是很大，证明不是这个 NMOS 的问题，是前面驱动小板的问题。搞修理呢，有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的试错，在试错的过程中积累一些经验，就越修越精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继续修小板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